我们云汇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，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、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。张小姐，等等。这是给你。啊？啊，谢谢啊。哎，王先生，您需要什么？啊，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，老是咳嗽，帮你买点药。发烧吗？还好。那就吃这3种药吧。王先生，您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，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我身体挺好的。大哥！哎呦我天，给你嘚瑟的！你咋来了，大哥？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。还好我没溜号。你不是发烧了吗？转天就好了。烧着呢。你这烧啥呀你？你这滑热了吧？那也没准儿。你要是病了，该请假请假，别在这瞎折腾。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？你跟我抬啥杠呢？没有，我真不敢请假，少1天就少赚1天的钱，奖金也全给你扣了。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。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？快了，下班跟我走，我带你发汗去。大哥真别麻烦了，赶紧的，换衣服我带你走。快，快！那你等会儿啊。嘿，下来泡会儿啊！大哥，要不我冲个淋浴得了？我真的不习惯泡池子。你下来泡会儿，这洗澡哪有不泡澡的？你下来泡会儿，快！在东北不泡澡，你这什么习惯呢？坐这。咋样？是不是挺好？你老裹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不太习惯。你赶紧扯了！你看谁泡澡泡够1斤泡啊？看你跟神经病似的！快扯！给扯掉了！哎呀，这泡澡。我掏出手枪就一枪，当然了，他左肩膀抖了一下，我确定。咋了？没事？
没事，你这么盯着我看，你别扭了。我看看你咋了？怕看呐？哎呀，挺美，舒服啊。你之前都不泡吗？就是不习惯。这有啥不习惯？都大老爷们儿，多泡泡解乏。撩开得了，还别插在一块儿了。这家伙抱着浴巾泡澡，咋想的？多好！这啥玩意儿？啊？没事，就小时候淘的，不小心撞了。这么大一块啊？我看。没事，我看看，怕啥？哎呀，我看看。你那是几岁撞的？1、2岁了，具体也记不太清了。你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过吗？小不干，我就知道你不干好事，没个老实时候。乐乐，乐乐，乐乐，对不起，你是不是特别疼？不疼，不疼，不疼。可是这没个冷，好冷。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都是我的错。没事儿，这东西明天就好了。哥哥，你看，我也可以保护你了。明天是我保护你的。朋友嘛，就应该互相保护。可是哥哥，我这道疤会不会很难看呀？好了，你看帅不帅？哇，好可爱！有了他，我就能跟你一样勇敢了。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？你个傻孩子，怎么这么傻呀？洗掉了还可以再画呀。等我们逃出去了，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。真的？嗯。那高上1、2、1。
哥，哥，咱俩吃个饭吧。我们去吃饭吧，我饿了。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？就小白楼出事儿那天，你一下车，远远的那么一眼，我就认出你了，郑北哥哥。郑队，你更高了，更壮了，但你眼神没变。就是这个眼神，贼敞亮。你都认出来我了，为啥不告诉我呀？那你没认出我呀，大哥。不对，我猜，你就算是认出我了，你也不会想认吧？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，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。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乐乐，别叫乐乐，乐乐死了。真以为你死了，就是死了，死好几回了。大哥，我挺恨你的。那回咱俩喝酒，你后来睡着了，我都想杀了你。别动啊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别乱动，等我回来。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？为什么都要骗我呢？你不用跑，等我回来。
可是我害怕。哥哥，你要去哪儿？记住，别出事。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。那年冬天真冷啊！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，全身都要冻僵了。快睡过去之前，我还在想，郑伟哥哥是把我忘了。我没有抛弃你，真的，真没抛弃你。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，躲在那垃圾站，我出去找人，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，我发高烧2天，昏了2天。等我醒过来之后，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。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。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，人贩子也跑了。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。过了半年，6月初的时候。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，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，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，都能跟你对上。你以为那是我？从那以后，每年6月初的时候，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。这些年你受苦了，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，啊！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咱哥俩相互顾着，啊！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来个多的，这啥呀这？哎，你记不记得这块了？记得呀，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，不就这条河吗？哎，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这冰面上跑了好久啊。那可不，那时候觉得这条河真他妈宽呐，咋跑也跑不过去。
你那会儿你那小弟蹦子个儿那么矮，你腿也短，你跟咱家和尚跑不动，你知道吗？瞧不起人了是吧？啊！哎，偷袭我是不是？我给你扔河里去！啊，投降！哎，大哥别叹气，叹气运气会跑掉的。哎，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一跑，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，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。要真死一块儿也挺好，不孤单。啊，那不行啊，没活够呢，好些事还没干呢。咱不光活哈，咱还得活出个样来。小海，不是，乐乐。我垃圾站等你的时候，特别害怕。后来我就唱歌，给自己壮胆儿。就是你教我唱的那首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你轻轻地唱，我慢慢地和。但愿你还记得，永远的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大哥，今天早班，我先回去了。我会努力工作，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。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，防止气味飘出，引人怀疑。警察！警察！别走！等会儿，马上，还吸呢！松手！停了！停了！停了！
面还有个女的，快！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真给我！出去！别动！兄弟们动！看，这是不是你孩子？问你看，是不是你孩子？审完了，哥。现在这分销方式真是越来越扯淡了。货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这儿来的，酒店这俩人说了，绝对没贩毒，瞅着不像假的。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，确实不像贩毒的。你查清楚吧，瑶瑶，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，看看那俩人啥情况。小光，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。磊哥，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，一会儿过来接。他爹呀，姥爷，压根儿也不知道爹是谁呀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就扔一边儿，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，是不？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K 粉更大，身体机能受损，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。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，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。哎呀，好，抱进去，让你别看了。你整他干啥啊？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，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！这小点小孩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，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。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，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。行了，赶紧给我溯源啊！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。是。是。大嫂，我出来了。出来了就好，别再给我惹事儿了。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，咱们都得完蛋。是我大意了，大嫂放心，出了事我担着。你担着？你怎么担着呀？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？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，你消停点。哈兰的生意别再露面了。我知道了。咱们新进的这批货，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，前后都长个眼睛，不能有任何的闪失，听明白了吗？言辞。今天怎么那么早啊？今天厂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提前过来了。生日快乐！哎呀，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呀？浪费钱！哎呀，这用不了多少钱，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，我顺手买的吗？哎，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，艳得很。我还有些账没对完，你先休啊。好，对完咱就回家啊。
袁队长，带相机了不？废话，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？别老想着拍偶像，也拍拍风景啥的。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。啊，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。我就去2天，时间那么短，哪有时间去长城啊？行。别跑！哎，没事吧？是不是磕着了？啊！疼，脚崴了。怪我，这车停的。啥玩意儿就怪你啊！那摩托车开那么快，怪他。啊！这得回家喷点药了。不行，我还得赶火车呢。来，小心啊！疼！啊！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，咱打车，啊，咱打车。前面就到了，打车多亏啊！我蹦过去。你可拉倒吧！上了火车，得问乘务员要点冰块，冰镇汽水也行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。行了，你怎么比我哥还磨叽？瞅这汗出的，改成洗脸了，这都。老弟还挺虚啊。我这年轻，我代谢快，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。你这咋了？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！我这么沉了。你这小身板，轻飘的啊。啊，你这是咋的了吗？先关心关心你自己。哎，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？叫踝关节扭伤。你别不当回事儿。今天晚上先冰敷，等明天晚上再热敷。别摇头晃脑的，听着我说话没？酒店不有烧水壶吗？烧点热水，给毛巾烫一下子，隔层塑料袋再敷，有助于散淤血。也怪我寻思车站离家近，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。你车也没啥油了，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，这要耽误你上火车的时间。咋的了这是？啊？上医院。上啥医院呀？我这就刮了一下，啊，这马上都到车站了，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。哎，别动，别，小心脚，你的脚。不去了，上医院。吃蛋糕喽！嘿，真甜！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。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，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姐夫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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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哎，等，先许个愿。对，许个心愿。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，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。小机灵鬼，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愿，让妈妈先许啊。其实我的愿望啊特别简单，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，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。在心里许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好吧，再许一个。好了，手拉手吧，1、2、3。
切蛋糕，切蛋糕。我们来切蛋糕啦！先给爸爸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给毛毛。毛毛，毛毛要这个，毛毛要花多的这个。那个，好。毛毛来，啊，舅舅来块大的。哦，你看你这瘦成那样了，多吃点啊。哎，谢谢。英子啊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温馨的家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谢谢你那么包容我们。幸亏当初啊，没有错过你。他为了追妈妈，天天去钓鱼。你该教什么来着？哎，今天妈妈过生日，毛毛特别的开心，是不是？来，这个巧克力给毛毛吃，喜不喜欢？说你是机灵鬼，你还真是啥都知道。我和妈妈每次去公园，她都在。你是在钓鱼吗？啊，是啊。小真是啊。可是你在哪里呢？这个鱼吧，在这个水里面，看，只要那个漂一动，我就可以拉线了。毛毛，哎呀，你怎么又乱跑啊？是你啊！你好。你这是？哦，我带孩子出来玩，来，毛毛快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哎，毛毛好。妈妈，我可以看他钓鱼吗？咱们不打搅叔叔了啊，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走。不打扰。谢谢。毛毛，等等，毛毛。我钓了好几条鱼，我一人吃不了，我送你们一条。我妈妈不爱吃鱼，她嫌鱼吃太多。哎呀，还是要谢谢你啊，你留着吧，吃不完可以冻起来。谢谢了啊，走。叔叔再见。现在有姐夫挑鱼刺儿，你爱吃鱼了吧？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。这个得饭后吃，不能空腹，伤胃。哎，哥，这啥意思啊？被摩托给撞了。我问你这啥意思啊？小伤，过2天就好了。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？哥，你干啥呢？他还伤着呢。立了功了，你真是，他这还吃药呢。那他还是个病人呢。我说他，你跟我来什么劲呢？一天天欠欠，真烦人！不爱跟你说话。哎，我爱跟你说话。妈找你。真是，
一点也不可爱，现在还是小时候好。怎么的？说错了？越长越凶，现在。可爱可爱，这长大了也可爱。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？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，你不是贼喜欢那2大天王吗？也没那么喜欢啊，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？那喜不喜欢，不也就一眨眼的事儿吗？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？啊，你们女生挺善变啊。不爱跟你说话。不是咋的了？这是？长寿面来啦！姐夫啊，我可是听说你钓了那么多鱼，最后就是一碗素面把我姐拿下的。我特别好奇，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啊？真那么好吃吗？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，是老天帮了我一把。怎么说呢？那一天啊，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，有几个店员啊，他们给惦记上了，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。后来呢，幸亏这事都解决了，但是呢，那天我就晚回家了。我一进咱们小区，咱们这停电了，就毛毛一个人在家，我当时吓坏了。他最怕黑了，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了，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。去医院看看。没事儿，我担心毛毛回来时候走路急了点，摔了一跤。没事儿，家里都有药。又停电又打雷的，毛毛特别的害怕。给你打电话又没人接，就翻出了我的名片。那天晚上，我吃的那口素面啊，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。今天的长寿面也要趁热吃啊，要不然就坨了。嗯，尝一口。不是你尝一口。你过生日。快。
来，谁输了谁抹，好吧？我店里有点事儿啊，打电话你们先吃。打拍拍打，不是打拍拍，不是打，谁输？我输了。喂，姐，有新的买家，但最近蕾丝盯得紧，要接吗？买家的背景啊，一定要调查清楚，确认没问题了，咱们再出货。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明白，那我挂了。哎，姐。妹妹，一个人干嘛去啊？哎，等会儿。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走，哥请你吃涮羊肉去。走走走。哎，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，你还装啥呀？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？让开！哎，我就好奇啊，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？杀人、抢劫，还是开这种店？哎，再说我爸一句，我削死你，行吗？有人护着，弄他！我告诉你，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，你没靠山了。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告诉你，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，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，懂吗？之前我爸在的时候，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就算我爸犯了事儿，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。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，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。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，懂吗？操，懒的！是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小林总，伤又好了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给我个面子，离他远点。好，我今儿给你这面子，就这一次啊！走，快他妈走！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。没事吧？凭啥我爸进去了，禽兽也死了，你啥事儿没有？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？你可以怪我，可以恨我，那你想想二金叔，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，他得多担心。送你回家吧。用不着在这充好人，滚！
跟小灯头那么久，我袜都磨破2双了，一点进展没有，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？着啥急？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？等等，我有个想法。我们这些天呢，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，始终没有突破，所以我想了一下，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，从上往下查？啥意思啊？上往下？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？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，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。不，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，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。你们别忘了。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，不像以前，靠种植。啊，这倒是个办法。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，可以倒推出原材料。你想怎么查？你们看啊，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，大都是管制品，除了化工厂、药厂，普通人很难拿到。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明路上。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，很容易打草惊蛇。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。银行这么讲，如果说有一个工厂，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，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，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，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。所以这些成本高、进账低的，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、药厂，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。这样，明天开始呢，咱们分头查。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，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。那今天你回去好好睡啊。好，明天开始严查他们。好，这吧，明儿见，张哥。明天见啊，伟哥别忘了带果子啊。楠楠，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？你大晚上往人这跑什么呀？我借了电影带来看，咋的了？几点了？过来看啊！你回去吧，明儿再看。我们这看别的呢。你们这看啥呢？哎呀，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，这就找找灵感嘛。坐。怎么不坐那边啊？看啥那么急？坐这儿不是挺好的吗？也是，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。你眼睛才不好使，你要行，我荡下我走呗。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今天这是咋的了？吃枪药了啊？小静儿了。哎，啥？我们录像厅又出了些新的台子，你过两天咱去跳跳呗。行，没问题。不是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少啊？他看片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多说话，有事儿。
可真烦人。还有那小顾老师，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。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？这赵晓光说的可真没错，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。这么快，你就移情别恋了？说起这个我就闹心。这几天吧，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晓光单独相处。可是，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，要不然呢，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。咋整嘛？你说，有啥招不？反正呢，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，他就喜欢你，你就勾引他呗，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，不就完了？勾引？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，这勾引吧我不会呀。妈呀，你咋那么怂呢？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就上手嘛。那么多爱情片儿，白看了。你这儿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？你不会处对象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提前学习学习。哦，我以前吧喜欢《大话西游》的至尊宝，后来喜欢《天龙八部》的乔峰，最近看《冲锋队》，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。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，只要是警察，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。所以吧，我就想说，我这个人比较善变，喜欢上谁都有可能。你懂我意思吧？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，但就不可能是我。这么明显的暗示，我还能不明白吗？我懂。我得抓紧时间，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，多出来跟你玩玩。等你处上对象了，我就可以撤了。不是我，别说了，我心里都明白的。你明白个屁呀！谁呀？小海，开门！哎，那个啥大包小包的？哎，你咋这个点儿来了？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，就这会儿有空。你吃饭没有？吃过了，今儿刚发的工资，晚饭吃的老丰盛了。是吗？瞅你这冰箱，哎呦我天，全是啤酒，啥也没有啊。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，放冷藏里边，随时吃，随时拿出来一热就好了啊。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，这个是猪肉酸菜的，这个是牛肉大葱的。谢谢大哥，想着吃啊。你放心，3天给你解决完，不信到时候你来检查。你这么大人了，吃饭还要检查呀？那头给我整个那个啥，剪子、刀啥有没有？啊，等会儿啊。哎，好。这弄的啥呀？风扇。你那个旱冰场那活咋样干的？现在还挺好，老板还挺照顾我。你这个活啊，没啥上升空间了。你看看，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？我还真这么想过，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，我再研究研究。你研究研究看看，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？做生意方面啊，她有经验，能告诉你。你到时候想干啥，你说开个什么店儿，
你跟我说，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。得嘞。这是背面吧？对对，给我装。这是背面。哎，转起来。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，挺好。哎呦。 大哥，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，送完彩电送电扇，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？一个月好几千，我这不都攒的钱吗？我平时花啥钱呢我？大哥，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，你也不欠我的。 你这说啥话呀？我是你大哥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你得上后边才好使吧？在这么好使吗？哟，顾老师，就你一人啊？早，老舅。早，我搁这儿呢。妈呀，吓一跳！哎，就你俩啊？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？对，今天辛苦老舅了。这还辛苦啥？你就光管俩人饭，我还省事儿了呢。这算给我减负。你这帮人还真行哈！你筛查这么多资料，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？嗨，你这不各司其职吗？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，看得细。小光、瑶瑶他俩好动，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，省得再让小光叨烦咱。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？哼，那行了，那你俩忙吧，我给你弄点好吃的。辛苦了，老舅。不辛苦。然哥，你说，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，原材料消耗这么大，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，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。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？他们只挑小厂，多挑几家，就为逃避追查，那咱可咋弄啊？他们是在贩毒，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，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。从经济的角度，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。哦，有道理。云汇药厂。哎，谷主，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汇药厂上班？云汇药厂啊？对，对呀。食堂你的菜啊太油，我特意给你做了点清淡的，你这不还感冒吗？今天晚上别熬太晚了，早点回家啊。这不第2季度马上就要封账了，我实在是走不开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等过了这周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啊？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，对不？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，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。你这一次感冒啊，就是因为钓鱼。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，忽冷忽热的，他能不病吗？哎，你说这个江边吧，穿多了热，穿少了呢又怕晒。哎，哟，不知道嫂子来了，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。我都说了，不用麻烦。
不麻烦，我知道你感冒了，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，这个清热解毒，感冒时候吃最好了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给我吧。还是嫂子敞亮，不用谢。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在工作上，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，谈不上照顾，你想多了。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，真让人羡慕。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，这孩子一放假，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，他就这一个爱好，这孩子跟他也不亲，别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，你说是不是呀，嫂子？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，也是挺难得的。回头啊，我们俩钓鱼的时候，让建明给你送2条，回去熬汤喝。俺有了，胖哥，这个不小。别钓上一条，你这老显摆。哎，这个不小，这个不小。今天给你点口嘛，李哥。再来一条。哎呦，啊！哎呀呀！大哥呀，是个人呢。这能瞅清楚？你这瞅不清楚，那来这个，这行吗？这行，这清楚，这清楚，嗯，这行，这清楚，这清楚啊。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。嗯，是这样，4天前呢，他下了班就失踪了，然后一宿没回家，爸妈就报了警了。尸体发现的时候呢，一直泡在水里面，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，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。哦，对，你看啊，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，遭过钝物击打，但是死因是溺亡。尸体发现的时候，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，我们初步推断呢，抢劫杀人。他这牙怎么回事啊？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。你看这牙崩的，用老大劲了。我觉得呀，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。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？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，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。哦，法医推断啊，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，但是绳子松了，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，但是还是淹死了。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，云辉药厂就在其中，已经连续半年，收支大幅不平衡，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，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。咋了？撞线了？还是巧合呀？查了这么些年案子，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？我去申请一下，咱们立案侦查，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。这一片啊，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，鬼影子都找不着。韩丽来这儿干啥呀？他父母说，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，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，而且老熊也确认过，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，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了，不像是被约过来的，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。那也不一定，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，你也查不着，对吧？那如果约这地方来，那就故意杀人呢，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。这离韩丽家那12公里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？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，经过化验呢，是西裤的纤维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？
还有锯齿啊？啊，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？等鉴定结果吧。你回去啊，不管是这个铲子，还是斧子，还是刀啥的，都给我做个比对啊。然后这块刃踏起来弄回去。行，好。婶儿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这人你看看，你见过没？这人。大爷。哎，你好。这人您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过。您再想想呢，再想想。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？确实没见过。元哥，王哥，哎，郑警官，打扰你一下啊。来，请进。啊，那个，请坐啊。王哥，你也不用紧张啊，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。我过来找你呢，就是了解点情况，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。明白，你问，我知道的一定配合。啊，韩丽在你们厂这几年啊，人缘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什么的？韩丽性格比较爽利，说话很直。郑警官你也了解，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，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，也没有。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？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，他和厂长接触不多，不算数。哎呀，你看这来了半天了，还没给你倒茶呢。来，哎，别！哎呦，王哥怎么了？这是王哥，我看。没事。我和你说啊，这前日子和厂长处理应酬，哎呦我看看，喝多了，这个有人打架闹事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一不小心烫伤的。他这牙怎么回事啊？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。我的天哪，这烫得太狠了！王哥，这种伤这天啊，别捂上啊，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，烫伤膏，是吧？这太严重了，那嫂子得心疼坏了吧？啊，我给你们倒茶啊！别，王哥，我问两句就走了，您坐啊。那王哥，咱说回来啊，韩丽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，那她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？我印象中没有。那她和你的关系呢？郑警官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。这照片中，韩丽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。这种下意识的动作，表明了她对你十分亲近。啊，王哥，这照片啊，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。那会儿啊，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，你看这还有印儿呢，看见没？王哥，这我也知道啊，您在外人眼里呢，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但是韩丽这事儿是她的一厢情愿呢，还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？那你一直都知道她喜欢你是吧？
我一直都装作不知道，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。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很惋惜。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，郑警官，请你告诉我。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，我希望他能够瞑目。哇塞，够了！我和瑶瑶沿着韩丽回家的那趟线儿，挨家挨户问，不管是卖烧烤的，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，这嗓子都问哑了，愣是没人见过他。就奇了怪了，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？啊，狗柱，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？完整的尸检报告得明天出来，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，也可能都冲走。凶器呢？凶器基本确定了，公明铲。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公明铲造成的。啊，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。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，我说试了半天，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公明铲，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。厉害呀，国柱，貔貅，胳膊都僵了吧？咋手劲那么大呢？哇！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，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，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。钓鱼爱好者啊，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。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，他就喜欢带公明铲。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，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，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。公明铲功能十分齐全，不仅能割草，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。国柱，干得漂亮啊！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啊，好好表扬表扬你。韩丽认识的人里面，只有王建民喜欢钓鱼，而且有私家车。并且自从韩丽失踪之后，他再也没去钓过鱼，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。你说？可是我觉得不对，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？这韩丽周围的朋友可说了，她没有对象，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。这个韩丽她就是纯单恋王建民，那王建民家庭幸福美满的，好好的杀他干啥？确实，韩丽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，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。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，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，咱们抓紧找。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，那咱们就查韩丽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。如果他没事，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。王建民有车，目标更大，好找。加油吧！行。好。大爷，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？咋的了，警察同志？不让摆吗？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，没听说不让啊。不是，别紧张，不是不让您摆，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。这周二晚上有没有见过这辆车？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，俺哪记得住这车呀？司机长这样，您再回忆回忆，想想。这个我有印象呀。见过？见过啊。哎呀，那天晚上嘛，天太热，马路人都少了，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。这个态度可好了，对我，所以我对他有印象。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，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。4月3号下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看见。你再想想，大概这么高。那这辆车呢？白色的。没看见。这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。
不得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，这跟韩丽回家完全是2个方向啊。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，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。这正对着派出所，跟这儿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？人家韩丽但凡喊声救命，这哥们儿当场就给逮了，有病吗他？这王建民是大财务，脑子嘎嘎好使，肯定没病啊。对呀，那他为啥选这儿动手啊？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。经过化验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丽的。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？你说他聪明吧，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；说他不计后果吧，他又贼谨慎，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。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，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，我指定不行。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民常去的地方。就算尸体被发现，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。咱别管他动机是啥，反正医院都说了，他之前受伤住院，左手压根儿没烧伤，他心里没鬼，干啥说谎呀？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，一审啥都知道了。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，韩丽的一个同事说，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。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，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，就没留意。现在想想，会不会没那么简单？你看啊，这个先锋路派出所。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，韩丽回家呢，又不是这个方向。那有没有可能韩丽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？王建民没有办法，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。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，就是觉得云辉药厂有涉毒的可能。韩丽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，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。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。哦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